去年有个新人女导演壮着胆子拍了部题材敏感的电影，即使请来张子枫和肖央助阵，依旧让观众吵翻了天。因为影片揭露了一个缠绕国人多年的问题，也让众多家庭重新审视自己。父母双亡的姐姐要把亲弟弟卖掉给别人抚养，她马上联系买家，可弟弟却在旁边捣乱。爸爸说家里东西都是我的，你必须听我的话。安然气到失语，她转身就把房产证掏出来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知道吗？谁知弟弟一口口水吐到安然脸上。弟弟不懂什么叫财产，他只知道要找妈妈。那套学区房是父母当年闹离婚时母亲赌气过户给他的，但自从有了弟弟之后，父母就一直想重新过户给弟弟，可还没等处理完就发生了意外。但安然不管那些，对他来说，这个弟弟就是累赘。我养我自己已经够辛苦了，凭啥子还要我养他？是他们非要生的，凭啥子要我负责？凭啥子？当年父母逼他装成瘸子申请二胎资格，后来被居委会识破，父亲把他暴打一顿。从那之后，他就盼着努力考出去，离家越远越好。填志愿那天，他特意报了北京的医学院，可没想到父母竟然因为想让他离家近点，早点挣钱养活弟弟，就偷偷篡改了他的志愿，搞得他最后只能去读当地的护理学院。他带着对弟弟的恨意，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离开这里。上学期间，他边学习边打工，计划存够钱就去北京读研究生。可突然一条消息让他犹如五雷轰顶，没想到他的父母今天出车祸去世了。他愣愣地看着车祸现场，他刚要悲伤，警察的一句话就把他打回了现实。死者夫妇的手机里头只有他们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，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件。他上大学后就很少回家，所以直到父母去世也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。他冷静地处理所有后事，一旁的亲戚却七嘴八舌地讨论，觉得姐姐就该抚养这个6岁的弟弟。我跟你说哈，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娃好生养大。他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以后他们家还要靠他当门立户嘞。我要准备研究生考试。你都好大岁数了还考试？那你弟儿啷个整呢？我不养，谁爱养谁养呗。大家听后不乐意了，又退而求其次。行吧，那你把人家那套房子交出来。弟弟你不愿意养嘛？房子你又想把它占到起。大伯看不下去，气得上手揍他。哎呀，快！我们家不行，打人啊！不对，放手！你让他打，你可打我就报警，谁让打呀？他铁了心要把弟弟卖掉。他拿出弃养协议让姑妈签字，只要他和舅舅同意，那么弟弟就可以合法的送给别人领养。姑妈是个传统的人，她看着协议，心中五味杂陈，说不出话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她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忙抚养弟弟唯一的儿子。当年安然爸爸考上了大专，姑妈就被家里逼着放弃自己的本科学校，把读书机会留给了弟弟。后来他又去俄罗斯闯事业，可刚到那里又被母亲叫回来，因为弟弟生了孩子，他要负责帮忙带，他的大半辈子都在为弟弟铺路，而自己本该光芒四射的青春也就这样荒废在了鸡零狗碎的家庭里。安然是姑妈一手带大的，他又怎么会不心疼姑妈？但这更让他坚信自己一定不要过姑妈的人生。他甚至想把弟弟扔了，一了百了。可当他听到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喊后，他心软了，因为曾几何时他也是那个哭喊的小孩，拼命想得到父母的认可。直到这天，一对夫妻登门拜访，他们想领养安然的弟弟。这是一个高知家庭，条件很好，对弟弟也很是喜欢，如果同意就会立刻把弟弟接走。弟弟摇着他的胳膊，求他别送走自己。你说我归你管，你教我系鞋带，用筷子。我教你是为了让你看起来更有家教，这样子才好被领养。我是为了让我自己安心，我一点都不想管你，懂不懂？你喜欢我？安然愣住了，一时不知自己那些话是在骗弟弟还是在骗他自己。可就在第二天，安然突然接到消息，那对夫妻说弟弟有暴力倾向，所以放弃领养了。原来弟弟在幼儿园砸伤了一名叫丫丫的小朋友，因为他知道就是丫丫的爸爸给他找的养父母，于是出于报复就拿球砸了他。而丫丫爸爸就是导致安然父母去世的嫌疑犯。当时安然父母正在执行，是因为撞上了他的货车才偏离道路发生悲剧。安然知道后第一时间堵了他。我爸爸死了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我的责任，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，凭啥子你们全都冲我来？这个事情到底要咋个算？他要对方亲自承认错误，因为他要一个公道。丫丫爸爸为了弥补歉意，就帮他找了户领养弟弟的人家，可不曾想却被弟弟搅黄了。安然回到家后，就愤怒地扎爆了弟弟的足球。他知道那是弟弟最爱的玩具，但出奇的，弟弟却变得乖巧懂事起来。知道姐姐不舒服，就冲好热水端给姐姐。我以后听你的话，你不要卖我。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，姐姐，我只有你了。安然
然瞬间湿了眼眶。这一刻，他们似乎从原本的互相敌对变成了可以依靠的家人。但不曾想，突如其来的一件事让安然又改变了主意。她照顾很久的孕妇被紧急转院，但安然知道孕妇患有孕期子痫，强行保胎会面临生命危险。她上前拼命阻拦，可那位丈夫依旧要保儿子。他现在的身体真的承受不住了，不要再让他强行保胎了好吗？咋子呢？哎，老子们好不容易坏心，你还打了？就连孕妇自己都用微弱的气息告诉安然：“我不怕，我要生。”听到没有？我婆娘说要生哈。安然瞬间崩溃了，她扯着嗓子劝说那位妻子：“身体是你自己的，走开！人没得了，啥子都没得了，生个儿子有啥子用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她就被丈夫一把推开，还指着鼻子数落安然：“我晓得你，哎呀，你就是网上那个把妈老二克死，还买地位人嘛。活人都不让好东西，你装还不装？”安然听着他的谩骂，站起身，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出来。你都生了2个女儿了，为啥子还要生啊？儿子就那么好吗？他看着远去的救护车，不知道那位母亲会承受怎样的痛苦。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，一定要逃离这里，绝不能让弟弟拖累自己。他卖了房子，辞了工作，和相恋已久的男友分了手。他要轻装上阵去北京追梦。后来，他把弟弟送给舅舅抚养。舅舅人品不差，但生性好玩。年轻时候因为打牌和妻子离了婚，从此就再没安定过。如今，安然把弟弟交给他抚养，想着或许也能和他做个伴儿。可安然错了，舅舅本性难改。他突然发现弟弟跟着舅舅后变得满口糙话，耳朵还加了根烟，像个小混混一样在门口打牌。他气得冲进屋里找舅舅算账。吴东方，你抓我啥子嘛？快生孩啊！咱们。他愤怒地把弟弟领走，兜兜转转，弟弟还是回到了他的身边。但不一样的是，这次他想好好照顾他，给他蒸最爱吃的包子，晚上讲故事哄他睡觉。可这一切在弟弟眼里都变成了美好的童话，因为他知道姐姐也有自己的生活，也明白姐姐是因为他才不得已和男友分的手。这天，他终于做了个决定，他找到了被自己砸伤的丫丫，让他帮忙给当初要领养自己的夫妻打电话。丫丫在电话这头和他们解释，弟弟不是故意用球砸他的，又把听筒递给弟弟。你是想和我们一起生活吗？可以吗？就这样，弟弟主动把自己送了出去。安然难以置信，他含着眼泪问弟弟什么意思。弟弟只是红着眼眶不说话，因为他知道说出来了，姐姐就更舍不得让他走。我不要你了。姐姐的心瞬间凉了，但签合同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弟弟，担心他以后会不会哭，能不能适应和新父母的生活。她拿出卖了老房子的钱，匀出一半给了弟弟，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好点儿。养父礼貌地收下后，拿出了一份断绝关系协议书，他让姐姐签字，并让她保证不会再和弟弟有所往来。他曾无数次期盼这个场景，可真到了这一天，却怎么也下不去手。泪水浸湿了协议，他看着弟弟的身影，终于摔笔起身，拿走弟弟最爱的足球，领着他跑出了养父养母家。或许安然的未来仍然未知，但能确信的是，他们的人生注定拥有彼此。